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允许一切发生。你有没有过那样的夜晚，躺在床上，灯已经关了，可脑子里却像一场暴风雨，过去的错付，家庭的争吵，工作的重创，一幕幕闪回让你喘不过气，你紧紧抓住被子想对抗这一切，想把生活掰回你想象的轨道，可越是挣扎越是疼。你是不是也想过，如果能松开手，让一切就这么发生，会不会反而轻松一些？这就是李梦季在这本书里想要告诉你的，真正的强大不是死死对抗，而是轻轻地说一句允许一切发生。李梦季，一个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女孩，父母都是高知文化人，从小浸泡在书海里，她18岁就出版了《一生欠安》，一夜成名。那时候的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年轻锋利，意气风发，北漂几年，在北京买了房，去牛津大学交换深造，事业爱情看似顺风顺水。可你知道吗？光鲜背后，她也尝尽了苦涩，爱情的摇摆与错付，原生家庭的羁绊与对峙，职业生涯的一次次重创。她曾用力活着，像很多人一样，拼命追赶标准答案。这本书就是她在经历这些之后，写给自己的疗愈信，也是写给所有在苦难中挣扎的你。她说，写作的动机很简单，我想把那些深夜的眼泪，那些崩溃后的沉默，那些终于释然的清晨，都坦诚地告诉你，因为她相信，只有打开自己，才能真正允许一切发生。来，我们慢慢走进她的故事，就像坐在一个冬夜的窗边，外面飘着细雪，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，她的声音低低的，带着一点沙哑，开始讲起自己的这一生。你想象一下，那个18岁的女孩李梦季，手里拿着刚出版的书，站在聚光灯下，掌声如潮，她以为这就是成功了。可成名的红利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媒体的追捧，读者的期待像一张无形的网，把她裹得喘不过气。她开始迷茫，我写书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女，还是为了自己心里的那团火？后来她北漂了，白天在公司忙碌，晚上伏案写作，她努力活成别人眼里的完美人生，按时升学，按时工作，按时恋爱。她遇到了爱情，以为那是归宿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爱情有时像一场错位的舞蹈，你步步退让，对方却步步紧逼。他摇摆过，纠结过，最终错付了真心。分手的那天，他站在北京的街头，霓虹灯闪烁，人来人往，他却觉得自己像被掏空了。哭泣有，但更多的是沉默，那种死一般的安静。家庭呢，更像是隐秘的战场，父母是知识分子，高期待高控制，他小时候叛逆，长大后对制度。有一年春节，饭桌上又吵起来，他摔门而出，坐在雪地里的台阶上，冷风吹得脸生疼。他想，为什么家不能是港湾，反而成了伤口？他逃过，躲过，后来慢慢懂了，原生家庭的羁绊不是刀割，而是细细的绳子，一圈圈勒进肉里。职业生涯的转折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。他有过稳定的工作，有过去牛津的机会，可他几次裸辞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别人羡慕他的勇气，他却在辞职后的夜晚盯着天花板失眠，失业、失恋、失婚，一连串的失去像雪崩一样砸下来。他被 PUA 过，被杀猪盘骗过，站在而立之年的路口，身无长物。你能想象那种绝望吗？像活着里的福贵，一次次被命运剥光，却还得继续走。可就是在这些低谷里，他开始转变，他不再拼命对抗，不再逼自己必须完美，他允许自己崩溃，允许自己停下来。他开始旅行，一个人去冰岛看极光，去澳大利亚的金色海岸散步，去新疆阿勒泰的旷野发呆。他记录下那些瞬间，雪夜里的孤独，灯光下的温暖，风吹过脸庞的自由。他慢慢学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放空，松弛。故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，却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。你听着听着，会发现这不就是你自己的影子吗？书里最触动我的，不是那些光鲜的成就，而是他写母亲的那一幕。你闭上眼睛，想想这个画面，医院的走廊，冷白的灯光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。他母亲要做一个小手术，虽然医生说没事，可他还是心悬着。等待的那几个小时，像一个世纪那么长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手指冰凉，回想小时候母亲的严厉，那些争吵，那些误解。手术结束了，
母亲平安出来，他扑过去抱住母亲，那一刻眼泪终于决堤。他写道，有些事儿允许发生，但希望可以推迟，比如生老病死。那一瞬的哭泣不是软弱，而是终于卸下盔甲的释然。你有没有过类似时刻？父母老去，爱人离去，梦想破碎，那种从绝望到领悟的转折，像血液里突然亮起的一盏灯，温暖却刺眼。他在那一刻明白，对抗命运没用，允许它发生才是最大的勇气。还有职业重创后的夜晚，他一个人在北京的出租屋，窗外是车水马龙，他却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。沉默良久，他终于对自己说，允许吧，允许这一切发生。第二天清晨，他推开窗，阳光洒进来，那种从谷底爬起的力气像新生的草，顽强却柔软。这些场景像刀子一样扎心，却又像暖流一样治愈，你听着会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现在我们来聊聊这本书最核心的思想，允许一切发生。你可能也想过，为什么我们总活得那么紧绷？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控制，我们想掌控爱情，掌控事业，掌控家庭，甚至掌控自己。可生活不是剧本，它荒谬，它无常，它常常事与愿违。李梦季说，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，而是允许，允许自己偶尔的失控、崩溃、脆弱，允许爱情错付，允许家庭羁绊，允许职业起落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。这不是躺平，不是认输。就像命若琴弦里的老瞎子，拉断1000根琴弦才能重见光明，他拉断的不是弦，是对命运的执念。就像活着里的福贵，失去一切却还在活着，那是一种对苦难的接纳，对人性的温柔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不开心往往来自拒绝接受现实？我们责怪自己不够好，责怪别人不够爱，责怪命运不够公平。可当你说允许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允许痛苦发生，它就不再是敌人，而是老师。允许失去发生，你才会珍惜拥有。允许不完美发生，你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。书里有一句金句，我特别喜欢，生命不过是一场日趋圆满的体验，尽兴此生，输赢皆有意义。是的，生与死，命运与苦难，希望与绝望，人性本就荒谬，可正因为荒谬，我们才需要意义。爱与责任不是负担，而是活着的价值。对抗命运只会内耗，允许一切发生，才会涌现磅礴的生命力。你想想，那些低谷后的重生，不正是因为松弛了吗？松弛不是懒惰，是智慧，是告诉自己，我知道一切会过去，我就在此地如如不动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一点涟漪？李梦季从年少轻狂到中年通透，走过那么多雪夜，那么多沉默，终于学会了放过自己。他现在旅行写作，热爱生活，像一朵晚开的花，安静却绚烂。你呢？在2025年的这个除夕夜，当旧的一年过去，新的一年悄然来临，你是否也愿意对自己说一句，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那些还没愈合的伤口，允许那些还没到来的惊喜，允许自己不完美，却依然向前。因为活着的价值就在于体验这一切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当生活下一次给你重击，你会继续紧紧抓住，还是轻轻松手，说一声允许一切发生？